大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介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那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大家一直在问，到底像美国关税会是怎么样来收尾？毕竟他已经讲了150个国家，好像谈不完，然后最后大家等着收信吧。贝森特则是直接跟你讲了，说基本上呢，现在如果真心跟我们谈判，有诚意的谈好，可能会有好结果；但如果不真心的话，小心哦，会回到最高关税，也就是4月2号那个时候的最高关税。但是问题来了，现在其实几乎每一个国家谈完之后，好像都是觉得不贵会比较好啊。那美国现在到底还有什么样的筹码要继续来谈呢？他们的谈判机制又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呢？贝森特最近呢还有一个讲法会让大家也打上一个问号，原因是因为最近被发现了，说 Moody 呢降了他们的美债评等。Moody 之前念过经济学的，或者是有这个在做相关美债投资的，都会参考他们的评等吧。好，现在已经不是3A 了，那所以呢，他就觉得说，既然对我们评不好，给我们降级，那我就觉得他没有什么信用，我一向不太相信。他还觉得说呢，Moody的评等是落后指标，落后于市场，但是这个落后指标市场是很在意的，所以呢，现在抛售美国的心理是不是又再度的发酵呢？毕竟大家一看到美国的国债目前看起来就是没有到一个很稳当的局面，本来是很保守的投资，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压力，会不会引发新一个抛售潮？但是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现在该做的正事好像不是美债，而是在做政治吗？好，去了中东收了一台飞机，卡达说他喜欢送他一架空军1号，川普说不收的是笨蛋，贝森特出来帮忙洗地了。这有什么啦？这个就跟我们当时法国人送我们自由女神像差不多啊，英国人不是也送我们一个坚毅桌吗？一样的意思啦。我们不确定他们是不是都事先要求过什么回报，但是这个没什么吧。但这一次去中东呢，川普讲法是大获全胜，原因是因为他在接受福斯专访的时候讲，如果我不签贸易协定，中国就完蛋了。福斯的主持人竟然反问他，你是说中国就完蛋了，不是我们，是他们吗？你不是说美国就完蛋，是中国就完蛋吗？让川普不是很开心，川普赶快直接回答说，我们不会崩溃，永远也不会崩溃。但是为什么福斯会有这么样一个突发奇想吗？突然之间在质疑川普吗？好，原因呢，可能就是以前的盟友现在都不盟友了。来，这个是美国的加拿大大使，现在呢到了加拿大之后讲什么？讲说球其实是在加拿大这一边的，你们要认真的跟我们来讨论关税啊。那你们现在抵制美货太不像话了吧？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子对待过加拿大。但是其实不只是加拿大，现在在欧洲，整个欧洲都掀起了一个反抵制美国潮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平台扩及了汽车、食品、运动鞋，甚至到影音串流平台，通通大家都认为，美国经典品牌现在也会受到影响。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川普说5月19号要再跟大家好好来谈新合作时代，要英国跟欧盟团结这么一件事情，您认为他会得到一个好的回应吗？还是说其实是让英国跟欧盟真的在这一次川普的主政之下和解了，进入他们自己的新合作时代呢？其实在这一波之下，关税战之外还要打的是科技战。再下来看中方，他们在科技战，中芯国际呢目前你可以看得出来，确实它因为呢这个良率只有30%左右，就是 DUV 7奈米的制程，它可能要一再曝光一再曝光，那良率没那么好嘛。好，可问题来了，这个华为的新晶片现在说做出了可以比拟辉达 H100这样子的一个新晶片，那做不做得成，良率能不能够达得到量产这件事情，很多人是很在意的。但是呢，目前华为它能够做到的是一个垂直整合，也就是说呢，它现在很有可能已经是从设计，然后一再到制造一条链的完全做好了。另一个部分呢，则是也传出说，其实他们已经悄悄的掌握了20家的晶片厂，而且有一些是已经具有量产的潜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这一波的科技战，基本上中国现在也是
突飞猛进，很努力的在前进当中，也不太怕美国了呢？当然啦，可能有一段距离要继续追赶，但是对于美国来说，现在科技战到关税战，来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美国财长呢是先跟大家讲，如果不真心谈判，就直接回到4月2号那个最高关税。我那个是对大概20-30个国家讲的啦，他事实上没有时间跟所有的国家谈判啦，所以他的意思事实上就是美国将自己定税率了，我这个当然就是霸凌嘛，还用说吗？比如说越南搞不好没有时间跟美国谈第二次啊，那46你要降到哪里？随便他说了算了。所以我觉得各国大概因应对策就是要慢慢减少对美国的贸易了，一定是如此嘛，不然怎么办呢？美国现在的平均税率啊，现在这个已经暂缓90天，它本来是3.3嘛，现在已经到17了。那如果这一轮之后它制定税率，一般人估计会到25到30之间。你去想一想，这是什么国家啊？这绝大多数的国家税率都比它低了。比如说连印度现在平均关税17都已经算很高了。那日本只有3.5啊。结果你美国在川普，你把它搞到20以上啊，那没办法，因为它还有1200多天啊。你能怎样？所以我觉得各国没有办法。那只好减少对你的贸易啊，不然我干嘛去付那个钱？而且昨天我们也看到，前天川普还打电话去沃尔玛，说那增加的税率你自己吸收，对不对？坦白说啦，我们说2018贸易战开打，一直到拜登2024这6年关税是存在的平均对中国关税19.3，那请问是谁在付啊？有研究报告。大部分是美国人在付啦，所以我说，你连这种报告你都不看，而且是那个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那是很有代表性的。是那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都一直跟川普讲说，你这个政策对美国不好啦。结果你看他现在就说你不可以给我这样涨价，结果他还去查那个沃尔玛的财报，沃尔玛去年。他只赚4.4%，你要叫他单税率，这哪一家公司受得了？所以我觉得，反正美国要去乱，那他家的事了。那你税率要弄到那么高，让各国不得不减少对跟你的贸易，那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啦，你的贸易逆差可能会下降了。可是到时候人家也不用美元了，因为事实上美元会有这么多的使用。就是因为贸易额大嘛，是，所以人家有必要存一点美元来做贸易的周转我们用中国做例子嘛，4400亿出口，那美国过来也有1000多亿，所以总贸易额5800亿，所以中国大陆手上当然要有美元可是如果未来我们理解的是中国出口会逐渐降，比如说4400亿，搞不好到明年变成3500亿啊。再到后年变成破3000亿啊，那中国大陆还有必要持有那么多美元资产吗？那这也是全世界性的，是世界各国就会开始，我持有那么多美元资产意义不大嘛，所以你说美元会不会跌？那所以我说川普真的是要把一个国家搞垮，真的需要有川普这样的人当领导人他真的会让美元资产失去诱因。你美股也在高点嘛，对，那美债殖利率也4.5左右，然后人家贸易会逐渐开始降低，所以一定会开始减持美元资产，所以第一个表现的一定是美元在外汇准备的比重会下降嘛，它现在还有55%全球对，我认为搞不好明年就跌破50%了，因为你没有理由要持有那么多美元对不对？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川普在想什么啦。然后他突然之间又搞一个说华为所有的生成晶片全世界都不能买，
你以为你是谁啊？我跟你讲，华为光是国内他做都来不及，他有好几年可能都是国内市场，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了，就是川普这些幕僚到底有没有在做功课啦？说连我都知道，华为今年最多那个升腾，我们说910C 那个最多做40万片啊，就已经很多了。那中国一下就买光了，所以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说你怎么会好像都没有进入状况这样了？所以我觉得这没办法了，因为他的团队就是这样子。是，那我们想请教一下赖老师哈，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看起来的话，所以他现在对于什么，反正只要是不利于他的，他都觉得是人家有问题嘛。譬如说 Moody， 他现在也觉得说 Moody， 我不觉得他没有什么信用啊 ，Moody 很重要吗？很重要啊，很重要吗？很重要啊。那问题就不管你把责任算在前朝，没有错，拜登要负一大部分的责任，因为拜登真的是借太多钱，花太多钱，所以美国的债信出问题，这确实是因为。估计到2035年的时候啊，美国的债务负担会高达它的整个总税收30%以上，30%很高啊。现在是在17到18之间，那所以等于是你再过15年，等于是它一直在增大。那这个部分里面，你的税收，你除非加税，可是它又没办法加税，那你不加税，你的税收就是这样，结果你单支付利息要高达30%，那你那钱哪里来？所以它当然要降等嘛，再来就是通货膨胀，经济成长率在衰败，那这些评估下来了以后，它当然是有凭有据。那你可以把责任怪一部分在拜登没有错，但是你要解决问题啊。你的解决问题是说这个是垃圾的公司，我不相信他，然后他的 CEO 是奥巴马时代的官员啊，所以我完全不信任他，没有用啊，因为。世界各国的法律摆在那边了，像我们台湾法律就摆在那里啊。你用邮政储金，用我们的退休人员的钱去买美国政府的公债，你要3A哦。他现在不到3A，你怎么办？按照我们的法律，你必须要你要赎回。那你要赎回，你台湾你卖还是不卖？你不卖你违法。那在野党当然会监督政府嘛。他代表人民监督政府说，哎，你把我们台湾的军公教人员还有退伍人员，你的钱你去卖，而且法律规定你要买3A，结果他现在已经不到3A了，你卖还是不卖？你不卖你就违法，那你卖了你就得罪美国。可是问题就在于，目的的评鉴就往下降了。是按照规定就是启动了，那你说你今天你财政部部长说他是垃圾评议公司，我根本不理他，但是问题是。很多国家理他，还有美国很多银行，他们也规定啊，你必须要3A啊，没有就要赎回。那你美国的财政怎么办？你财政部里面，你大当家的，你管钱的，你有没有钱去把那个钱赎回来？所以我觉得他气，他愤怒，然后他骂，但是你还是要解决问题啊。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谈到中国大陆，确实从18年到现在有调查结果。90%的产品的关税是美国吸收，那10%就是我契单了嘛，我转到别的地方，所以过去中美的贸易是6000多亿美元，现在降到5000多亿。可是即使降到5000多亿，贸易逆差还是扩大啊，那是代表什么？代表你美国就是吸收嘛，因为一吸收，所以从川普到拜登，你的物价才会一直高涨，你的物价高涨，美联储根本不敢降息嘛，那。这个就是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你要美联储降息，你就必须把关税拿走。你不把关税从2018年拿走，你不但2018年还在，你再叠加10%，再叠加20%的芬太尼。那中国大陆说对不起啊，芬太尼跟对等关税是切开看，所以我对你的芬太尼，我的报复行为仍然有效。像昨天又宣布了嘛，对不对？这巨酸啊，这个。课74%的税啊，美国是石化工业的一个重镇啊，而且这些东西对于很多的塑料原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料。那好，那你74点多的税，你怎么可能卖到中国大陆？你根本什么都卖不进去，那你又损失一大笔。这代表什么？代表中国大陆的对你的这个制裁继续在进行嘛，报复行为继续在进行。所以对等关税谈，但是呢，问题就在于。对你的制裁继续在进行的过程中，这个访问者他就问了川普说：“
哎，到底是谁倒霉啊？啊，你的意思是中国倒霉还是我们倒霉？中国。他的意思是中国倒霉嘛？对。那中国倒霉，你为什么让步？你为什么投降？那解释不出来嘛？对。好，特别他强调的是，我去了中东之后，那些本来要跟中国买的，全部都被我买走了，所以中国倒霉了。福斯还问他说，什么意思？如果你不签贸易协定，那是中国完蛋还是我们完蛋？所以不是我们完蛋吗？哎，大家就忽然发现说，原来川普的认知跟我不一样。请教一下司令。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有那个美国的财政部长啊，贝圣特啊，他是接耶伦，他比耶伦硬多了。耶伦他强调的是到各处他去协调，但是贝圣特不一样，因为他在川普竞选总统呢当川普的财政顾问，而且他以前是对冲基金的主持人，而且还当过索罗斯投资顾问公司，他是合伙人哦。所以贝圣特的财政背景让他的底气够，又有川普现在帮他伸腰，所以他就比较硬。其实这些还是要来做一些这个调和顶奶来做一个折冲，但是他这个有川普撑腰，加上他以前的背景，他当然就硬了。但是我认为条件不一样了，尤其看美国的制造业，占它全部的国民总生产，就是 GDP 啊，只占了16%。那以前的是40%、16%，这个还不如金融、保险、租赁公司还有房地产创造的这些价值多了。制造业萎缩了，但是制造业是经济里面非常重要的啊。你所有的这些民生必需品、食衣住行娱乐都是制造业，大部分都是制造业啊。所以在这一方面，这美国的制造业的这个下降是它问题的关键所在。第二个，我们来看哦，就是川普的这种政策摇摆。你政策一摇摆之后，大家就有不定感，赶快寻求海外另外一个国家的替代市场。那一直有替代市场，那美国的筹码就没有了，因为有些东西它不能撑久，你农产品怎么放得久？你的水产怎么这个渔产渔货怎么放得久？你不能放得久，赶快寻找其他市场。那一旦大家定型找到固定市场之后，那美国市场就没有了，是这个样啊。所以这问题哦，这个政策一摇摆之后，大家的不定感出来，也是这个美国的我们讲的整个的一个经济发展，这个整个状况，经济表现的一个软肋，一个问题存在。那第三个，我们可以知道，美债6月下个月就要到了，有6.5兆美元，6万5千亿美元的美债到期。那到期了，现在大家包含中国大陆还抛美债嘞，那他还鼓励大家买美债嘞。那中国大陆还抛美债，其他国家也相对抛美债，当然台湾还有英国还在买美债，大部分国家都在抛美债。所以川普他也很伤脑筋，财政部贝圣特也是伤脑筋啊，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这都是我们讲到的，这都是一个基本的问题，结构的问题，要一时两刻来解决，还蛮困难的。当贝圣特问说这很重要吗？其实所有人都跟他讲说，就我之前学的还蛮重要的，就法令上来说还蛮重要的。但贝圣特好像还蛮有自信的，毕竟在川普政府里头，大家对于这件事情好像也见怪不怪，反正有问题绝对是他的问题，都是累。好，我们先进广告。好，我们上个星期不讲了嘛，在印度呢，他们其实正在进行一个10日的大胜利庆功。好，可是呢，表面上讲的是大胜利，但实际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作为？来，印度军方呢再一次的讲，其实什么停火没有这件事情，我们跟巴基斯坦之间是没有终止日期的对战，双方达成了谅解，有效。但是呢，我们继续暂停敌对行动。不过，要小心，其实呢，在前线这边还是很危险的，所以你就看到了印度呢持续的向他们所控制的克什米尔，也就是这一次发生所谓的恐怖攻击的这一边呢，来增加兵员，大概4000名的退伍军人被确认为非战斗志愿者，其中呢有400多人是持有合法的个人武器。然后呢，民间也开始呼吁了，在这场战争之后呢，说要抵制土耳其还有亚塞拜然，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2个其实都是支持巴基斯坦了，还说是消费者驱动型外交，就是不要去买他们东西啦。但呢，现在也有人讲说，因为呢印度缺乏经济影响力，所以可能很难造成有效的打击。好，甚至呢，现在巴基斯坦在这一仗之后，则是整个信心大增。来看到的是这一位在运动员哦，竟然是直接对莫迪总统发表了挑衅的言论，讲说他一个人为了政治，把印度10亿人置于危险之中，称他呢是完
玩弄10亿人未来的傻瓜。其实印度在这一回确实跟原本他们想象的巴基斯坦对仗的时候，就发现巴基斯坦已经不是那个巴基斯坦了。好，可是问题是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吗？原因是因为呢，他们现在反过头来骂什么？骂说美国的武器比我们还要来得差。来听听这个印度甲亢姐怎么讲。We've told you why the US can be unreliable. They are living in a dream world of their own. Days they were headlining that Indian jets were shot down. Let's see how good the American jets are. The US spends close to $1 trillion on defense every year. The world's most expensive jet, the F-35, was nearly shot down. America's war against the Houthis has been a costly affair. The US Navy has lost 3 fighter jets till now. 好，这一次呢，印度的空军实力被质疑了，但他们反过来质疑说，美国你们空军实力才应该要被质疑呢。而另一件事情呢，则是大家都在讲 AI 这件事情的时候，印度绝对大胜利，听听他怎么讲。Because the Chinese systems had been blinded, not literally, but electronically, because of the AI technology that the Rafale brings to the table. It uses AI algorithms for electronic warfare. The Rafale's radar tracks targets. Then the AI runs super computations. It studies the radar input and finds weak spots in air defenses. It gives the pilot options to launch the attack. Now, we already know that Indian jets jam Chinese systems that paved the way for the airstrikes. 因为巴基斯坦这次用的是中制武器嘛，所以现在就讲啦，说，你知道吗？我们的 AI 其实已经可以让他们的防空系统根本就看不到喽，甚至呢，他们的国防智库是这样讲的，说这一次啊，中国的防御系统惨败。好，你会讲说，这跟我们之前看到的新闻不太一样。他从哪里来讲这件事情？他说，基本上都用中制的嘛，所以他觉得北京呢是比之前披露的更直接的参与了这场冲突。然后他们的逻辑是，因为在这场冲突当中，印度这边用了数百架无人机去攻击巴基斯坦。好，这个部分他们觉得做出了良好的反应。但是针对于那个歼10C，也就是那个4维度的作战，这个部分没有讲。但是我们的无人机现在呢突破了他们的防御，所以呢他们的防御能力是一个惨败的状态啊，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逻辑。印度呢其实是一个对自己很有自信的民族，所以来看到是呢现在他们讲要发展卫星，结果呢看看这个画面，好，当时的掌声才刚刚响起来，发现发射卫星搭载的是地球观测卫星，却是直接升空之后，就在第3级进程当中严重的技术故障，最后呢其实没有进入预定的轨道，而是抛物线式的坠落。但对于这件事情，印度人肯定也会有他们自己的一些解读还有说法。但是呢，当然因为他们很喜欢跟中方比较嘛，所以我们就来看看目前中方大概他们的太空发展是怎么样。来，在5月底的时候呢，天问2号的探测器即将要进行发射，要造访2颗天体进行采样。而另一件事情呢，则是大陆的北斗卫星在这次作战当中应该也发生一定的效用，现在确定了要进入11个国际组织标准体系。换句话说，基本上现在就是剑指 GPS 啦，大概看看未来那个市场上谁比较厉害，谁精准度高，谁用的比较多，谁朋友圈比较大。另一件事情呢，则是他们现在开始要发射算力卫星，什么意思？一次呢把12颗的卫星全部送到地球轨道，那之后等于就是把那个 AI 算力送上了太空咯。之后有可能可以领先全球，让单颗运算卫星最高算力达744 TOPS 的这个整座卫星呢，它的算力就会比其他人来得高。那是不是在未来的 AI 计算当中，它可以占有更大的优势、更领先的态势？所以回过头我们就要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好，因为呢，印度我们知道他们现在在庆祝大胜利嘛，那表面上面让大家开心，实际上面这些作为还是得要到位。因为这个印巴是克什米尔的冲突嘛，对，这个其实跟大部分的印度老百姓是无关的啦。所以他在讲大胜利，真正有谁在乎啊？比如说，他就把对他不利的讯息下架嘛。印度人，我不认为对这个新闻会很在意啦。因为印度那么大，那克什米尔周边，那除非你是关心军事的，你才会去注意这个新闻。那当然这个就是在搞大内宣啦，这个大家都知道啦。所以为什么那个印度的反对派
我们有看到国会质询啊，可是一般老百姓是没有很在意这个议题了，所以我觉得就变成莫迪自己去搞吧，可是重点是国际怎么看你呢？因为当然我们知道了这个发生战争啊，你在第一时间多半不会知道真相了。那因为印度这次在空战败给巴基斯坦，这个如果被渲染开，然后是真的，那印度的民心会崩盘哦。所以他无论如何不能承认。如果是说，你既然被巴基斯坦打败了，那这个是全印度的事了。那他现在就是把它局限嘛，然后局限，然后把它变成是人云亦云啊，技术性的一个辩论啊，或者是你看到这个，事实上你没有看到这一个啦。那这样印度能够深入讨论的人就会变得很少。那因为我们是在外面，而且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大陆的报道啦，像这个新闻已经没有人在讨论了。国际上嘛，美国有稍微讨论。可是他绝口不提歼10C，你可以看到英文的报道啊，那他们大概会承认啊，说印度大概有飞机被打下来，那阵风引起质疑，可是他没有讲是什么打下来的。对，实际上西方的媒体，我坦白说了，法国当然也不愿意这样写啊，所以基本上在英文的媒体、法国的媒体，甚至包括日本的媒体。也没有谈歼10C，那为什么我们会知道这么多？因为我们看得懂中文啊，不然我认为这个新闻其实并没有引起注意，或至于有哪些国家有可能要买歼10C，这根本没有人在讨论啦。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实际上连中国大陆解放军也没有那么高调，他其实大部分都是网络上在讨论嘛，是，解放军也没有。说我们歼10C赢了，没有啦。说实在，那法国当然不会说他阵风输了，当然不会啊。所以这个新闻真的有点诡异了。就说为什么中国大陆没有大做特做？其实这个才是可怕。我觉得懂的人就懂啊。美国人说：“哎呦，奇怪，你怎么都没有在宣传？”因为中国大陆早就过了那个阶段了。现在中国大陆飞歼10C很少对不对？所以美国人这个真的专家都心知肚明啊，就这样毕竟这个就叫航展了嘛，哈。那这个时候呢，不宣传，那是表示其实这个也还好嘛，我也觉得没什么特别的，是这样吗？可是印度不行哦，印度现在是讲说你法国、你美国 F-35也没多厉害啊，不是差点掉了3架吗？对不对？我觉得印度的这个贾康杰他用这种方式基本上他就间接承认了。承认什么呢？承认就是美国的报道在印度产生效果，也就是印度大部分的民众相信美国的报道，也就是歼10C把印度的阵风战机打下来。因为这个消息是美国这边也承认也公布嘛，那公布了以后，我们看到印度真的是恼羞成怒了，气翻了。那莫迪庆祝10天嘛，举国欢庆5架战机被打下来，还有好几位飞行员下落不明。我都不太了解就是说有5架战机被打下来，那有很多飞行员下落不明，那一般来说的话就已经是凶多吉少，那他的家庭他的家族一定是很痛苦的。结果举国欢庆10天，那这就是鼓励说以后印度的军人，如果你要让大家举国欢庆的话，你的战机都要被打下来。这个很特别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一种方式，就是说以后那个莫迪去看他们的飞行员嘛，说你们要让我们以后举国欢庆100天的话，你们就5乘以100，5乘以10嘛，那就被打下50架战机，我们就给你庆祝100天，这不对的嘛。但是大家都知道不对，但是印度就完成这个样子，然后我就把它称之为说，印度的宝莱坞在全社会上映。所有的这个14亿的印度人都是宝莱坞的演员，而主角就是莫迪。大家唱歌跳舞，我们的战机被打下来，我们的战机被打下来，好棒棒，好棒棒，我们的战机被打下来。那我们就看到他们的矛盾就开始一直出现了，有人恼羞成怒的骂美国有人去怪土耳其跟亚塞拜然，但是问题最大的是
中国的这个防空的，还有雷达，还有北斗啊，都被我们破解了，他们都致盲了，他们什么都看不见了，所以他们很惨。但是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一点？那特别强调这一点，意思也就是说，大陆的这整套系统性的作战产生效果，那也就是间接的就承认了，印度的战机是被中国的这一套整个系统打下来。那也就是说，用4代的战机，4代升级版的战机打下法国4代半的战机，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大的一个问题嘛。那当然，您刚刚谈到的下个月的巴黎航展啊，这个枭龙歼17跟霹雳15要去参展，而且是实体飞机的参展。我记得严婷上去有讲过，他就说这个歼17啊，这个是很稳定的一个战机，所以可以做很多特技的。很多这种空战比较搏斗型的一种表演，等下可能看看严婷她的专业，她可能会告诉大家说，这款战机在国际间目前是大家最瞩目的一款战机。请教一下司令。我认为那个印度它是靠吹牛来治国，因为印度人它民族非常复杂，对印度它14亿4千万人口，是全世界人口最多，超过中国大陆了。那但是印度族只占了46%，算少数，其他的9族占53%。你看他怎么去整合？太复杂了，那个印度太复杂，那靠吹牛大家可以凝聚一下。他一讲失败，那怎么会这个样？你印度族怎么搞的？其他53%怎么搞？你怎么做的？还有印度的宗教信仰也非常复杂，印度教将近80%，但是穆斯林就信回教，还有信锡克教。这个旁遮普邦都是锡克教，连这个我们讲到的，印度穆斯林跟这个锡克教总共加起来2亿2千万。你看看印度人种复杂就算了，信仰也好复杂，怎么样去整合？那就靠吹牛，反正都赢就对了，是这个样反正都赢，怎么讲他都赢，所以一定要靠这个样，那政府才可以。你这样的话，他的莫迪才可以站得出来不然你莫迪怎么弄的？会有这个样，要为了防止被质询、被问、被怀疑，会丧失信心，那只可靠吹牛。那我们现在看这一次印度发射的人造卫星，第一这个点火，第2节点火都算顺利，第3节不行，打螺旋了，它这个已经不平衡，要进入地球轨道，我们知道要进入第一宇宙速度，第一宇宙速度每秒钟要到达7.9公里每秒钟，你才能够进入轨道，不然就会回到地球因为你的轨道不够，你的离心力根本不够嘛。那离心不够，那向心力就来了，就被地球这个地心引力吸到了。在第3节的时候，一点失败。你看他本来第1节，他那个太空总署都在欢呼因为已经都点火成功了。现在要等第3节一看，哇，开始那个螺旋出来了，那个冒那个，因为我们的火箭都是冒白烟，白烟螺旋出来了，螺旋出来了，根本还没进入第一宇宙速度，你就进入螺旋，那就要回到这。所以为什么抛物线？为什么它要回到地球？是这个样。所以我们来看呢。那现在它这个卫星是要军事用途，因为它是合成孔径雷达，就是所谓的雷达摄影法，它会做比度，它用吸波段的。那是我一看，那这个就是军事侦察卫星，而且它不限云层什么，因为它是雷达照相法，它穿透云层，穿入脉层，这不受着。晚上也一样可以做，所以你晚上的时候光学这个电子光学就没有用了。那合成我们讲 IR 红外线有时候效果也差，因为有云层有脉层，但是合成孔径雷达没有影响。他这次装了这个，结果没想到失败，是这样。那失败的话，他可能也跟印巴空战一样，他可能也要讲说，因为已经进入近地轨道了，所以算成功。他可能会另外一种说法就对了。所以印度你只要是坏的事、不好的事情呢，在经由印度口中讲出来都是好。他有另外一种说法，那这种说法就是说他要吹牛，因为吹牛才能够凝聚他，好像这个政府很有能很厉害、很行、很内行，是这个样子。这跟他的宗教的、跟他种族的复杂性是有关系的。当然，正向思考很重要啦，但有的时候内自省这件事情呢，可能也是促成进步一个更重要的动力。所以呢，当印度这样子讲的时候，大家听完了，你的感受是怎么样？先进广告。好，再来看到在世界上面这场战争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找到一个缓解点？这个是川普告诉大家的。今天晚上呢是19号上午
10点钟美东时间，他要跟普丁通话了，讲什么？当然就讲说到底要怎么样把这个战争喊卡嘛，还有贸易议题。那 Rubio 的讲法是说呢，其实川普他就是希望不要只是讲电话，然后最好面对面的谈，大家呢赶紧来决定时间还有地点。那现在呢，英德法一听到什么川普要讲电话，是不是？赶快告诉他，给他一点建言，最好就是无条件停火。你要让他严肃来看待这件事情，不要再跟人家谈条件了。但是大家也要问啊，那你们之前去谈啊，怎么人家都不理你？那你现在都寄望在川普吗？好，不管怎么说，川普现在呢，他还是美国总统嘛。但现在的美国跟以前的美国其实不太一样哦。带您来看到的是，现在的美国呢是在南韩这一边，他们其实呢是再一次的重申说，本来呢都说我们要加入美国的盟友，然后在台海这一边呢要一次的抗中，但是现在呢我们是希望不要介入台海的争端，甚至还说亲中的标签并不恰当。就是李在明呢在现在总统的这个电视辩论会上面直接的讲说，南韩无需太深入的介入两岸之间的争端，还说要讲他亲中，其实他觉得并不恰当。他的重点就是贸易，不要急着谈判，最重要的就是国家利益。另一个呢，在亚洲其实也跟美国很好的是菲律宾，结果现在发现了20年来第一次现任总统输掉了期中选举。莎拉这个不得了了，马上开始有点翘屁股了，讲说呢躲过了弹劾，还说这下一次真的有人要绝望了吧？但其实您要知道，不是只有在亚洲而已，现在在选举的呢，其实刚刚结束的还有在欧洲。欧洲有哪3个国家？分别是罗马尼亚、以及波兰还有葡萄牙。现在就发现罗马尼亚这边亲欧的候选人，本来呢其实又再一次本来也不是那么看好，结果现在整个大翻盘。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因为这个中方美方这边，川普这边有一点来帮忙啦。你看看他为什么可以逆转胜？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要证明说，其实我们自己呢是希望能够赢得胜利。亲欧盟跟原本呢可能极右派的这种右派川普势力，就因为这样而落败了。波兰呢，波兰也一样，亲欧的候选人现在呢是得票，虽然是不过半，但是他呢就要已经在进入6月1号的下一轮投票，也有机会能够最后胜出。最后一个是葡萄牙，好，葡萄牙现在呢他们选的是国会大选，那国会的选举呢现在是就要组少数政府啦，反正民主联盟现在呢可能会跟第4名的一起来结合，但是呢偏右也就是所谓川普所代表的极右派，目前看起来好像都不是那么样的吃香，所以再加上我们刚刚讲的南韩、菲律宾，好像整个世界地图来看，谁跟川普好，谁的选举就不会选太好。所以回过头请教一下亮哥，您会怎么样来看这么一件事情？首先从俄乌战开始川普他现在讲了要亲自跟普京通话，这场通话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结论吗？不会有结论，本来因为他是个别通电话嘛，对。这个，我觉得他如果真的要解决问题，我觉得还是卡在泽伦斯基那边啦。泽伦斯基现在连克里米亚是不是可以分开处理都拒绝，所以那天那个俄罗斯的代表团在土耳其跟乌克兰是不欢而散嘛，那甚至话讲得很硬啊。他说：“你现在4个邦不认，是不是？那未来就是5个邦，那后来又改口，未来就是8个邦。反正大家都很硬。我意思就是他有很多地方都可以打对，比如说苏梅也是一个邦啊，对，哈尔科夫，对，聂伯士，对3个邦，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不祥的讯号啦，就是他早就准备好了，你都不认。”那大概你们内部有一些问题，你做不出决定嘛，那我就继续打。那当然，我们这个比较残酷的从战争谈判的角度来看，就是你还输的不够多嘛，就是你还或者是你还输的不够惨呐，就是这样啊，或者是你的那个争功诿过的过程还没做完呢，比如说到最后李宗仁上来，那所有的责任都推到蒋介石啊，就这样啊。这个到最后实际上那个过程会非常的粗暴啦。那这里面还隐含着一个可能性啊，就是俄罗斯如果把苏梅打下来，
然后聂伯士也打下来，搞不好两方夹击直接打基辅了，对啊，那不是更惨？地理上看起来，对不对？因为苏美直接通过来就基辅了，对不对？那到时候基辅会不会分裂啊？所以里面的政治势力，甚至搞不好还有实质占领的，所以我是觉得整个局面对乌克兰是相当不利了。那我觉得川普会觉得，我好不容易想到一招，你就承认克里米亚，给他个面子，那就弄个局出来，结果乌克兰拒绝啊。所以我觉得美国也有点火大，可是因为他现在就希望30天停火嘛，那这个俄罗斯怎么可能同意？我现在正是优势的时候，要速战速决啊，我怎么可能再给你拖1个月，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不会有结果了。整个态势就是，美国一定会有一些人很火大嘛，你乌克兰，你那个俄罗斯又继续打，那我就要再继续制裁你。可那些制裁，我觉得对俄罗斯来讲都不重要了，而且有一些都胡说八道嘛，说谁在跟俄罗斯往来，关税增加500%，随便讲一讲，那你对中国、对印度、对土耳其都去征500%，怎么可能嘛？中国跟你的关税谈判才刚刚有好的进展，你现在怎么征500%啊？所以我觉得美国人现在搞政治都讲一些天马行空的啦。好，请教一下赖老师。天马行空的目的是骗美国愚蠢的老百姓。对啊，聪明的老百姓是不好骗的，蠢的老百姓就很好骗。台湾不也一样吗？有很多这个蠢的老百姓就很容易被赖清德他们骗一骗，聪明的老百姓就骗不了嘛。所以民调支持度里面超过1半以上的就不信任赖清德嘛。我觉得这个结论就已经很清楚了。所以台湾大部分是聪明的老百姓啊，那我们也希望美国聪明的老百姓多一点不要老是被川普骗。但是现在普丁他的大战略就是让川普不要介入。那怎么样让川普不要介入？就是说川普说停战可以啊，但停战不能够没有协议啊。那因为停战总是要把根源的问题解决嘛。那根源的问题刚好跟川普不谋而合嘛，因为川普认为这个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而战争会这样发生是泽连斯基跟拜登的责任，跟他无关嘛。那既然是拜登跟泽连斯基的责任，所以这个根源就来自于乌克兰要加入北约，乌克兰要改变中立，所以产生了这些矛盾。那所以乌克兰永远不能够加入北约。乌克兰目前的问题是在于，那你克里米亚半岛要不要承认就是俄罗斯的？还有俄罗斯目前死了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时间，那么打了那么久的仗，也被制裁了那么久，那占领的这个4个州，你要不要给人家？那你不给，那对俄罗斯来讲的话，那我这个仗不是白打的，那我的人不是白死的，那怎么有这种事呢？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他可以说服川普，但是他要让川普有颜面，就是说停火可以啊，解决根本问题啊，这个问题不是你做成的啊，是那个拜登，你讨厌的拜登啊，还有泽连斯基啊，你现在很讨厌他，所以只要美国不介入，坦白说，在欧盟介入的情形下，这个战争也没什么用。法国也说我见底了，我的家底已经见底了，我不可能再给你武器了。那现在只剩下德国，那德国能够给多少武器呢？德国的武器都是防卫性的武器，攻击性的武器不多。那这样的情形根本解决不了战争的问题。好，那我们就看到了，普丁的态度就很清楚了，那就是要有协议，我们就可以面对面来谈。如果不会签协议，那就面对面谈没有意义的。这个态度，我觉得对美国人来讲是可以听得进去。所以，当欧洲的那几个国家的领袖急急忙忙的打电话给这个川普，就是说，不要有前提的情境下停火，这个不切实际。为什么？因为这解决不了问题，你也说服不了川普嘛。为什么？因为对川普来说，无条件停火，那克里米亚呢？还有就是，俄国现在占领了4个州，那到底该怎么处理？到底该怎么处理？就是要有条件的嘛。怎么可能说好大家都放下武器，然后呢？这不可能的事嘛。然后俄罗斯的制裁要不要解除？因为都已经放下武器了，那是不是要解除？所以这些都不切实际，你就可以知道欧洲人是活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很不切实际。
所以我个人认为，川普接了电话也听不进去，然后结果他们2个人打电话的时候，也一定会把条件谈好。那觉得对泽连斯基来讲，他该怎么处理？但是川普的国际威望已经没有了，所以你会看到在欧洲的现象就出现了，开始去川普化。好，请教一下副司令。对，那个菲律宾的他这一次的参议院的改选这24期改选12席，结果这个本来的时候这个小马可仕要拿到8到9席，后来只拿到6席而已。那杜特地家族的话，他反而一下暴增到5席，那就知道了，那整个那小马可仕啊，就是一个这个政治下降曲线。那个杜特地家族的上升曲线，因为杜特地还是又当选了达沃市的市长，对，他儿子也当选了副市长，是这样。那整个的民达纳尔本来就是杜特地家族的天下，那现在包含吕宋岛这一方面，可能这个杜特地家族在吕宋岛的影响力慢慢增加了。那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小马可仕的这个亲美抗中路线，就南海问题啊，不管是黄岩岛的这个仁爱礁啊，或者是这个仙滨礁。弄了这个样，经济没搞好，整个的参议院的选举就表现就差了，所以他整个的战略方向弄错了。他应该好好搞经济，然后把经济搞好之后，他才能够稳固他这一方面的基础的票源，是这个样。然后另外一个补充一下，刚才的赖教授所提到的，就是歼十七这一次要到这个法国巴黎航展，那歼十七也去，包含霹雳15的飞弹也去。为什么歼十七比较那个我们讲的被选中呢？因为歼十七既然是在2009年啊，中国大陆的81飞行表演队就用歼十七了。那为什么要变成特技飞行表演用歼十七？表示它的稳定度和可靠度。而单发动机稍微有点闪失，完蛋，在空中表演几万人在看结果6架撞在一起，那还得了啊？所以是比较安全、比较可靠、比较稳定。而且它在跑道上起飞的时候，有时候是4架编队起飞你稍微有个差池有一架飞机有点问题，撞在一起那刚刚离地你要收轮子，一收有点气动力不平衡，那撞在一起那都没有发生过啊，表示说这个飞机还蛮稳定的，那操纵还好操纵。如果稍微有点困难，每一个人操纵的量有点差异性，空中会撞在一起，而且它6机跟斗，6架飞机在同时做跟斗带起来做跟斗那个都或者6架飞机同时做同滚。你看空中没有擦撞那还得那每一个都是距离非常的近，大概就是1公尺。你如果拉开不好编，你拉开那个量你不好抓，你要1公尺，那每一架都1公尺，6架飞机6架飞机做同滚那这个样子你要保持它飞机的稳定度，还有它的空档，你不要有档你要知道你的方向盘有时候会有点空档，不能有空档，你有空档我怎么去抓